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呢是2025年的11月3日啊。那么今天呢，我看了西班牙的《国家报》上面有一篇报道，是目前呢是《国家报》上排名第一的一篇报道。我看了以后呢，我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啊。那么我呢也想把它分享给大家，大家看完以后呢，看看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啊。那么这篇报道呢，主要呢是针对目前西班牙的年轻人啊，但是我觉得他讲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就全球各地啊，就不光是西班牙，应该来说都有这样的现象，甚至就是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啊，那么也会有这种类似的这种感觉啊。那么废话不多说，我就开始了啊。那么最近的他这个调查发现呢，他说西班牙18到29岁的年轻人，比过去40年来任何的时候呢，就要更加偏右了啊。那么这个偏右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呢，就是他们更喜欢保守的想法。比如说呢，少花政府的钱，对移民呢更加严格，更加呢重视传统，支持宗教，还有就是家庭的这种价值啊。以前呢，就是40年来呢，这些年轻人和老年人呢，他们的想法是差不多的啊。可是现在就很不一样了，很多年轻人的想法呢，他比老一辈还要来的保守啊。特别是年轻的这种男生，比年轻的女生呢，就更早变成右派啊。不过呢，最近呢，这个女生呢也开始往这个方向呢在靠拢。那么为什么这样呢？这个就是西班牙他就采访了很多人，那么他们主要的观点呢，就觉得现在呢政治让人失望啊，政府解决不了他们最关心的一些问题。那么西班牙目前就是年轻人最关心的排名4个最前的这个议题，分别就是经济、住房、工作、移民啊，移民是排第3的，第4好像是那个住房还是经济，反正。那么主要呢，他们就觉得住房太贵了，买房呢就更难了，就不想了。工作呢也不好找啊，工资呢也太低。政客呢有很多什么丑闻啊，还有呢就是越来越多的这种移民的问题。这些其实以前我们之前的报道也陆陆续续的报道过啊。对。但是呢，今天的这个呢，他们就采访了很多人，这个跟是以前是不一样的。那么首先呢，讲一个那个餐馆老板啊，这个人叫塔利亚的故事啊。这个塔利亚呢，他住在莫尔西亚省的一个小镇，他开了3家餐馆，然后呢，她怀孕了啊。她说呢，她平时自己呢就很喜欢听这个顾客的聊天，她发现啊，就是年轻人里面现在喜欢这个极右派的啊，比如说这个 VOX 啊这个党的越来越多了。那么他觉得这个原因呢，是因为有太多的移民来了。他说呢，以前也有外国人啊，他们来打工，慢慢的呢就融入了就是他们的生活，但现在不一样了。他觉得现在这个非法的移民越来越多了啊，然后来了以后呢，就也不工作，就整天在街上晃来晃去，然后呢，他还要看着你啊，还要就是瞪着你啊。他说呢，他觉得很不舒服啊。他还说他的餐馆呢被抢了3次啊，我觉得这个是主要原因。被抢了3次啊，他说都是外国人干的。然后呢，他说警察的数据呢说当地的犯罪率这些年呢并没有增加，但事实上呢，他和他的就是邻居啊都觉得治安现在变得越来越差了啊。他说晚上只要到了7点以后，到处都是移民啊。我们这边其实还好，到处都是移民，到处都是移民。我们这边还好一点啊，我们这边其实游客多一点啊，本地人多一点啊。他们不会说西班牙语，也不会点咖啡啊，
也不太想学。然后呢，他觉得我们交了很多很多税，但是呢，社会的福利都被他们这些人拿走了，所以他觉得政治应该要变一变了那么数据上来讲呢，他说外国人确实也拿了更多的一些福利因为就是他们的外国人的收入在西班牙呢，他平均要比西班牙人要低40%。那么如果西班牙人是拿2000欧元一个月，那么外国人一般40%是多少钱？外国人就拿1200欧嘛。1200欧一个月，对吧？所以就是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外国人的平均收入就要比西班牙人低40%。第二个故事呢，是这个大学生这个人叫雨果。这个雨果呢，他在巴塞罗那读犯罪学的然后他参加了一个学生团体，他支持西班牙的统一和自由他说呢，现在很多年轻人呢也都支持这个右派的政党，比如那个 VOX 党。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不满政府他说房子太贵了，工资太低了，机会太少了。他说他不讨厌移民但是呢，他讨厌非法移民。他也觉得呢，就是非法移民没有工作，没有身份，短时间内呢，他说只能依靠政府，这个让国家呢负担变得太大了。他还说他担心最主要的是一个宗教的问题。他说我们很尊重那个穆斯林他说但是呢，有一些极端的信仰不尊重女性，还有这个同性恋他说他不希望就是说西班牙以后，对吧？就随着这种移民越来越多了到了后面就是这种想法就极端的不尊重女性或者不尊重同性恋的想法就主导了西班牙，就西班牙反而变得思想倒退了。其实这个在欧洲有好几个国家都是这样子的，他们就觉得比如说有很多极端的文化进来以后，把这个欧洲本来更开放的文化变得反而倒退了，对吧？这个确实是有这样的一种声音存在第三个呢是小镇镇长他叫米格尔这个米格尔呢，他是个非常出色有为的青年，他21岁他就当上了镇长，然后呢，他现在自己开了一个公司他信奉天主教，勤俭节约，喜欢自由经济他的想法呢，就是他觉得税太高了他说这个养老金制度他说已经就撑不住了现在都是靠借贷，就政府借钱来给那个大家发养老金，就靠现在大家交的养老金已经就不够了他说我每个月交700欧元的税他说如果能够少交200欧元，那么我就能够自己投资一些东西其实他说这个东西跟我说的东西有点像，我也觉得就是我说这个税很高了以后年轻人他没有办法发展，对吧？就是他如果少交一点税，你年轻人他去买一点生产力工具，你说不管是电脑不管是设备对吧？你比如说如果我们做 YouTuber 也要买设备那如果税很高，这些年轻人他也没有钱去买这个买那个，那确实就是会妨碍他们的发展。那年轻人如果发展不起来，那这个国家岂不是就比别的国家要慢，对吧？但他呢，他不喜欢这个极端的政党他觉得就是现在的年轻男性呢，过得就是可能过得不是很好，所以呢，他们想法呢就比过去呢，他说要偏右但他不是的，他是一个偏中间派那么他也展示了数据他说2019年到现在，就过去这个6年，自己认为自己就更偏右了更向右的这些年轻男性呢，从12%涨到了现在的25%，就翻了1倍。然后自己认为自己是从中立的转向现在极端右的极端右，那从3%涨到10%翻了3倍，然后女生呢也在变右但幅度小一点
第4个呢是3个年轻女律师的故事啊。其实他这个采访我觉得挺好的，很有深度，就各个行业的，对各个行业，从文化、学历、层次，对吧？都各个行业都有啊。那么这3个年轻的律师呢，叫 Elena、维多利亚还有 Essa 啊，他们呢都觉得住房是最难的问题。他们之前呢，就是父母当时告诉他的，就是说，只要你好好学习，有好的学位，然后再掌握一门语言，就是外语啊，就是你除了这个语言，再掌握一门外语，那么就你未来呢，你就会有好的人生啊。但是他觉得，像他们现在，就发现不是了。他们在好的学校毕业，有的都是在什么英国什么待了好几年，然后呢，语言也掌握了2、3门，但是呢，他说他现在就是连租房都觉得吃力，啊，就更别说买房了啊。然后他们呢就觉得房价啊，在这个现任的西班牙的总理啊当上了总理以后呢，7年里面涨了50%。政府呢给一些小的补贴，对吧？比如说什么400欧元的文化券啊，还有坐地铁可以打折啊，但是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啊。其中呢，这个维多利亚呢，他是最右的，他说现在呢，你就没有言论自由啊，你不能随便讲话，只要你说你自己信奉天主教，想结婚生孩子啊，就会被人说成你是极右的。就是说这个思想已经进到一种极度自由的在他看来啊。那么克劳迪亚呢是18岁啊，还有就是亚伯拉罕呢是21岁，这是另外2个人了啊，这是第5个了，是 VOX 党的年轻支持者。那么他们也是都学法律的啊，他们2个人呢都支持 VOX 党。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呢，他就说，我3层选举都选 VOX 啊，因为他们说的非常的明白，减少移民啊，减税，支持西班牙人优先啊。那有人呢说这个他们 VOX 太激进了，但是呢，他说其实很多人民党的人就是偏右党啊，不是极右党，人民党的人也认同 VOX 啊，只是他们不敢说啊，因为这个 VOX 是极端右派嘛，人民党的想法跟他们还是不一样，对吧？他们不敢说，他们怕说了以后失去原来的这种选民的支持啊。然后根据调查呢，现在目前30岁以下的年轻人有27%的人打算投 VOX， 比去年呢要翻了1倍。然后就根据最新的民调，就这个月的民调，如果是现在就立刻进行选举，那么 VOX 党加上那个人民党的有 PP 党的他们的这个支持率已经超过了现任政府的这些左派的这个党。当然了，就是还有一点时间，对吧？要看后面了啊，要看后面了。第6个呢是一个农场青年Diego 的故事。这个 Diego 呢，他在布尔戈斯当议员他也帮家里面种田。他说现在乡下人也开始支持右派了。他说政府呢，他说受太多的别的党的控制就现任政府。然后呢，总理桑切斯呢，他觉得这个丑闻很多就现任政府的一些事情。最后呢，他觉得大家被欺骗了他觉得就是好像很多东西都没有达到承诺但是他说呢，极右派的 VOX 他们的讲的东西非常的简单就是一句话：西班牙人优先这个话听起来就像什么？就像美国呀，现在的美国。对，美国，对吧？川普说美国优先对。那么这种话呢，他说听起来让人觉得很简单很直接，也更容易呢就让人相信但是呢，他同时也说他说现实呢在农村里面呢，
他说很多工作呢是靠移民来做的，如果没有移民呢，他说这个农业情况可能会变得糟糕啊，这个也是他担心的一个问题。第7个呢是一个年轻的宗教信仰者叫丹尼斯的故事。这个丹尼斯呢是22岁，他学国际关系啊。他呢坐地铁的时候呢，常常带一本圣经。他说周围的人都会很吃惊的看着他啊，因为可能年轻人里面还信这个东西人比较少。对，他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对政党都不信任，不投票，或者要投呢就投给极端的这个右派。他觉得 VOX 党虽然有些话听起来有点过头，但是呢，他慢慢的说多了呢，大家也就慢慢的接受了啊。甚至现在呢，就是一些少数的族裔，他们也开始支持了 VOX 党啊。那么最后呢，这个西班牙报呢，他对这个西班牙这些采访呢做了一个总结啊。他总结就是西班牙年轻人呢，最主要的向右转的这个原因呢是房子太贵，生活太难，移民太多，引起了不安，现任政府让人太失望了，还有就是一些人呢觉得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那么对他们来说呢，他们觉得 VOX 党听起来像一种新的希望，简单直接，敢讲话啊，敢讲出他们心中所想的东西。但是呢，也有人说，简单的答案不一定是正确的，社会的问题是很复杂的，不能够只怪移民或者怪现任的政府。好了，这个讲完了啊，那么你听了以后你觉得怎么样？你先说你的想法。就感受。我觉得就是这些人吧，我觉得他现在其实就是大家过得不好了，就大家也不管什么人权啊、女权了，就他觉得哪个政党说出一些就是这种能激励他们的话，好像能让他们就变得更好的这种话，他们就要投谁。我觉得不像我之前所以为的，就是他们信奉什么人权啊、女权啊，就是这种很精神层面的东西，就可以看到，其实大家现在的处境就真的是到了一个很差的地步。那如果就第一感觉就是如果现在如果你是西班牙人那你会怎么做呢？就你会支持这个 VOX 党吗？或者你觉得 VOX 党就目前他们极右的，他们目前说的这些东西，你觉得就是有道理吗？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吧。就如果我是西班牙人我可能也会去支持 VOX 党，就是因为现在确实移民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在西班牙。就西班牙从2021年开始增加了差不多有200万移民，就其实很多，其中很多都是非法移民。就像他们说的，这些非法移民就是占用了他们很多的资源嘛。对，那他们交的税就是去让这些非法移民去用了，那大家心里面肯定会不高兴啊，对吧？就你作为一个纳税人来讲，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就是西班牙本地人的话，你也觉得这是移民的问题？我觉得大部分是的。你觉得是的？还有房价上涨也是，也是因为现在供不应求了呀。我不这么想。那你怎么想？我说实在的就是他说的很多东西，就是说我觉得，你比如说，好像最后1-2个人里面说什么 VOX 党说的什么减税啊，西班牙人优先啊，还有就是那个什么移民啊什么的，就在我看来，他说的也很好。你说他有没有道理？我认为是有点道理，对吧？就是说这些是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最终能不能就是解决？我觉得就是我打问号的，就是因为你现在是30岁嘛，我现在毕竟40岁了，对吧？其实我前面为什么一开始我就说，我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也有过这样的一个时间的，就是刚进入到社会的时候，比如说我工资很低，然后我是不满意的嘛，因为我觉得老板好像看起来也没干什么事情，然后为什么我工资就比他要差好多，对吧？
这个时候其实我会回到家里面去跟父母去讲这个事情，因为我就觉得是不公平。那么父母他肯定会讲一套东西，对吧？那个时候我是不喜欢听的，我觉得好像他们就老了或者什么，对，我那时候不喜欢听，我觉得都在瞎扯。但是事实上，就我现在到了这个年龄，我就发现，其实父母过去讲的很多东西，我觉得还是有点道理的。对，因为不是说这个现在政府做的有多糟糕什么，或者说这个 VOX 党上来能不能做得更好，其实大的环境是没有人能控制的。就是你整个这个世界现在其实都是这样，你不光是西班牙，你什么法国、欧洲这些国家，德国，还有什么日本，包括你说像中国、美国，对吧？都会有这样的问题。你说中国年轻人现在不排外吗？上次说什么中国要开通一个就是外来打工的一个什么签证，对对对，不是他们立刻很多人到网上就开始去骂嘛，对吧？他也说的是什么，我们自己都过得不好，你还要让别人来打工来抢饭碗，对吧？就世界上就是许多国家都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年轻人他都会面对这个问题，然后大家都会去比较，就比如说，如果你现在过得比你父母那一代要来得好的话，你就觉得这个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如果你就是过得觉得没有你父母好，就像他们现在就是这样，他们觉得哎呀，爸爸妈妈这一代好像都过得顺风顺水都过得顺风顺水了，开始拿退休工资了。我们现在跑到外面工作很难找什么，对吧？对。但其实父母他经历的那代东西，你也没有经历过。就其实我觉得父母那代人，他们也是经历过很多东西的。就像我也吃过很多苦啊。就我以前比如说打工，读书的时候，我就到麦当劳里面去打工啊，然后一天1小时只有3块钱，然后就是放学还要跑到那个美国人开的咖啡馆里面去做服务员，然后做咖啡、做服务员、打扫就是卫生，还要洗厕所、洗马桶，就还要到马路上去发传单，还要什么去马路上填写什么那种找人说调查问卷啊之类的。就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都做过很多很辛苦的事情，但是可能就现在就是你年纪慢慢大了，你的性格就变得稍微缓和一点，你就不太会去讲这个东西。我觉得大部分的这些年纪大的人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如果现在就是你觉得过得没有父母那代好了，你好像觉得不应该，你好像就觉得就是你吃亏了，然后你就会把责任我觉得推给别人，对吧？你说像第一个开店的他被抢了3次，这个我觉得是有可能可以改变的，对吧？是的。对，就你可能改变了什么，但有可能来抢你的就不是这些外国的移民了，可能来抢你的是别人。就我觉得你被抢1次，被抢3次，那到底是移民的问题，还是警察的问题，还是什么的问题，或你自己的问题？我就是这当中有很多很复杂的事情在里面。就这个不是我觉得就是说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对对对，你说我把移民赶跑了，就没人来抢了，警察就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它是个很复杂的事情。确实包括后面那些人，他说买房买不起了，或者什么房租，其实这个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就如果你看得深刻一点，是经济的问题。政府他没有办法完全的一下子呢。中国也经历了很多，就是房价上涨，房价的起伏。对，但是现在房价下跌了，对，那大家又怎么样呢？大家的想法是怎么样？就年轻人觉得现在房子很好买吗？现在工作也很难找，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说实在的，我说难听一点，可能大家也不是很认同，但是我心里面我是谁也什么党我都不相信，不管你是什么党就我觉得如果你把你的人生你的未来去
寄托在一个什么政客团体、什么什么党上台以后，会让你的日子过得更好，我觉得我是不相信的。就他有可能，对吧？他会改变一些东西，是一个对整个人，就是整个群体。就比如说，他说啊，我要发100块钱给1000个人，你说有没有发？发了，那每个人拿多少钱？1毛钱，对吧？就0.1元嘛。0.1元能够改变什么东西？改变不了你什么东西。就像我们就是我打算移民的时候，到国外来的时候，我那时候才30多岁，对吧？我做了好几年的这种准备，从心理上到家庭上，到自己什么挑选啊、努力啊什么的，还要慢慢的就是看未来怎么样在国外发展。其实也做了很多努力呀。然后你做了很多努力，就是我们当时心里面，我们也会觉得就是会有这种少干点活，能够多拿点钱。就是说白了就这个道理嘛。其实大家的想法就是说，最好能少干点活，多拿点钱，过得爽一点。人就是这样想的，就觉得哎呀，中国好卷啊，好累啊，对吧？但你事实上，就是你来了以后，你才发现这边也有这边的问题，这边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窟窿，是吧？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让我现在我还想这个问题吗？我就不想这个问题了。我不相信说所以很多人说啊，你快去美国，快去哪？就我觉得真的就是你真的要靠自己，就你必须要靠自己。就像我现在比如说录这个油管视频啊，我录这个视频，录一个视频，对吧？有一杯咖啡钱，你不录就没有这杯咖啡钱，这个就是很现实的东西。不是说我现在缺这杯咖啡钱要活不下去了，但是我觉得这一杯咖啡钱让我去录这个视频，我觉得就是我有这种工作的动力，就你不能说你没有这种拼搏的想法，对吧？这个就是不一样。对，这个就是为什么其实我跟你说，老师啊，我老师想的，比如说要回去啊什么的，去过一种很爽的生活。但是我现在想一想，就是为了小孩，何尝其实对他不是一种修炼呢？因为你如果这个小孩他回到国内了，啊，我们也有依靠了，什么也都有了，然后你，他从小又是过的一个这样的生活，就可能对他未来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对吧？对。所以就是我还是很想就是花钱让他去读国际学校。读好的学校，读好的学校不是说未来他一定能够赚到大钱，真的不是啊！因为你看现在刚才的年轻人也说了，读好的学校，学几门语言，出来找不到工作，租不起房。我觉得读好的学校，重点不是要他能够赚得到大钱，而是当他读了好的学校，他有了很多认知，然后他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时代，他如果去餐厅里面端盘子，或者说他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时代，他会有一个很好的心态，而不是说他去埋怨这个埋怨那个，或者说他还在做梦。为什么就是读了好的学校一定就会有好的心态？因为你就有好的老师教你啊，你就有更好的见识呀。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心态也很重要。那你说我们比如说跑出来也会这样困难那样困难，但是我也没对你红过脸呀，我也没有就是说去为了这个事情把情绪发泄在谁身上，对吧？我现在觉得就是说人面对困境，面对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你怎么去压力啊，就是你要去怎么样去释放压力，然后你有一个好的心态，那你就是能够在一个坏的时代过去以后，你能够就是更快的成功。就像你说中国以前经历过文革，文革那个时候大家是不读书的，对吧？对，就整天搞什么革命运动啊之类的，对。但是那一代人就大家没文化嘛，但是还是有一批人他们是
就是一旦这个文革结束了，他们去考大学了。那同样的，大家都没有文化，为什么那批人他就去考大学了呢？他就是要不就是他家里有高人指点，对，要不就是他自己其实一直积极准备的，对吧？是的，就是他会准备的，在一个坏时代结束，然后在好的时代他就更努力了。那如果说就是你没有这种认知，或者你没有这种心态，你可能就在这个坏的时代里面，你到最后到了好的时代，你也不好，对吧？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不相信什么制度啊，或者什么政党啊这种东西能够改变你自己的命运。就是一个大的时代来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的。就像川普说啊，我要让你们人移民全部什么什么，我要改变这个那个，就这个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的。你说你权力还能大过总统吗？你能大过这些什么这种东西吗？对吧？但是你可以就是提高你自己。所以我说为什么就是我们要去学这个学那个东西，就你已经来了，你改变不了大事，但是你可以学呀，你可以比如说你把西班牙语先练到什么程度，对吧？或者你获得一个什么学历，对吧？就是说你没有，就是你在这个坏的时代里面，你可能得到一些东西，对，但这个可能不是一个直接能够达到你的目标，但它间接未来说不定对你的目标是有价值的。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我讲完了。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的。你就说挺有道理。好吧。那么我也想听听你们的一些看法啊，因为我这个也没看什么稿子，就是那个随性的讲的。如果有不完善的地方呢，也大家多多包涵。那就这样了，拜拜。拜拜。